战友聚会上，那段来自边境线的诡异视频成了我末日拼图的最后一块。视频里，那个壮硕的偷渡客被按在地上，身体不规则的抽搐，喉咙里发出野兽般的嘶吼，双眼没有焦距，却死死盯着镜头外的活物。更让我头皮发麻的是，他被制服前嘴角咧开的一个僵硬、不属于人类的微笑。结合新闻里新型狂犬病的零星报道和部队内部流出的异常伤亡事件，我猛地掐灭了烟头。别人当它是奇闻，我却嗅到了战争和灭绝的气息。世界即将沦为猎场，而我必须成为最顶尖的猎人。震耳的音乐和熏人的酒气，几乎要把这家老兵烧烤的屋顶掀翻。我叫林峰，前特种部队侦察兵，身上留下的伤让我提前告别了军旅生涯，现在经营着一家半死不活的安保公司。今天是我退伍后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友聚会，来的都是过命的兄弟，只是如今散落在天南地北，穿着不同的制服。峰哥，想啥呢？来，走一个。张鹏举着酒杯，他现在是市局刑侦队的副队，肚子比在部队时圆了2圈。我端起酒杯和他碰了一下，烈酒入喉，像一团火。最近真是邪门了。张鹏放下酒杯，擦了擦嘴角的油光。上周抓了个小子，吸了什么新型毒品，劲儿太大了。他压低声音凑了过来，拿电棍怼他身上，连火星子都冒出来了。那小子愣是没反应，还把我们一个兄弟的胳膊给咬了，最后还是拿防爆喷雾才放倒。那眼神则跟野狗似的。邻桌在武警机动队的老赵也凑了过来。你们那算啥？我们前2天处理一起群体事件，有个家伙被车撞了，腿都断成那样了，还能爬起来扑人。官方通报都说是精神失常，可我干了10年武警，从没见过那种疯子。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当成酒桌上的猎奇谈资。我没说话，只是默默地抽着烟。这些零散的碎片在我脑中却不受控制地拼接起来。对疼痛反应迟钝，极端暴力，撕咬行为，官方通报语焉不详，一种不祥的预感像冰冷的毒蛇缠住了我的心脏。聚会快结束时，坐在角落里一直很沉默的周海悄悄拉了我一下，他是唯一一个还在边境一线服役的兄弟。峰哥，给你看个东西。他把我拽到后巷，昏暗的路灯下，他警惕地看了看四周，才摸出手机。这视频是加密传出来的，你看完就删。屏幕亮起，画面在剧烈晃动，背景是一片荒芜的戈壁，几个穿着迷彩服的战士正死死地将一个男人按在地上。那男人异常壮硕，像一头棕熊，可他身体扭曲的幅度完全超出了人类的关节限制。他的喉咙里发出呵呵的嘶吼，根本不是人声。镜头拉近，我看到了他的脸，一双浑浊的眼睛里没有任何神采，却死死地盯着镜头之外的某个方向，充满了最原始的对血肉的渴望。最让我浑身汗毛倒竖的是，他被死死按在地上时，嘴角竟然咧开了一个弧度，那是一个僵硬的、不属于任何人类情绪的微笑。这是前天晚上抓到的偷渡客，没有麻醉枪，根本控制不住。周海的声音有些发颤。后来他挣脱了，咬伤了我们2个人，现在那2个兄弟还在隔离，高烧不退，胡言乱语。视频结束了，屏幕按了下去，我脑子里轰的一声，那些来自强力部门的兄弟们口中的怪事，新闻里一闪而过的新型狂犬病报道，部队内部流出的异常伤亡事件，以及眼前这个来自边境线的诡异视频，所有的拼图在这一刻完整了。我猛地将烟头摁在墙上，火星瞬间熄灭。非传统生物战争，一个在部队内部培训时被当成遥远威胁的词汇，在我脑中炸响。别人当它是奇闻异事，我却嗅到了战争和灭绝的气息。这个世界即将变成一个巨大的猎场，而我必须成为最顶尖的。峰哥，你怎么了？脸怎么这么白？周海被我的反应吓了一跳，我没回答他，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转身就走。峰哥，你去哪儿啊？还没喝完呢。身后传来战友的呼喊，我没有回头。回到家，我反锁上门，打开电脑，开始疯狂搜索全球范围内任何不起眼的角落里可能存在的类似事件。果然，在一些需要翻墙才能访问的犄角旮旯论坛里，我找到了零星的线索：南美雨林里的失踪科考队，非洲某国的村庄屠杀，东南亚出现的狂躁症。所有的报道都被迅速压制，或者用各种荒唐的理由搪塞过去。但那些细节与我今晚看到听到的一切严丝合缝，我没有丝毫犹豫。我打开银行账户，开始清算我名下所有的资产：安保公司卖，市区的房子卖，手里所有的股票和基金全部抛售。我需要现金，大量的现金。手机响了，是张鹏打来的。喂，林峰，你小子跑哪儿去了？是不是喝多了，一声不吭就溜了？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醉意和笑骂。我深吸一口气，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张鹏，如果信我，从现在开始准备好至少3个月的食物和水，别出门，看好老婆孩子。电话那头，张鹏的笑声戛然而止。你说啥呢？信我。我说完便挂断了电话。我知道他不会信，没有人会信。窗外是城市的璀璨灯火，车水马龙，一派和平景象。可我知道，这最后的晚宴就要结束了，而我是那个唯一提前离席的孤独预言家。第2天一早，我就打印出了一张长达10几页的物资清单，小到针线、手术刀片，大到柴油发电机、太阳能电池板、真空包装的军用口粮、高蛋白能量棒、脱水蔬菜、各种抗生素、止痛药、碘伏、绷带，还有大量的复合维生素、净水设备和足够使用1年的滤芯、电池、燃料、工兵铲、消防服。我把安保公司的2辆厢式货车开了出来，开始了这场疯狂的采购。这更像是一场战争动员，但我一个人不够，我需要一个团队。我只打了3个电话，第一个打给了陈月，他是退伍的军医，外科手术水平极高，现在在市3甲医院当主任医师。林峰，你把公司卖了，还抵押了房子，你疯了！电话那头，陈月的声音冷静但充满质疑。我没多解释，只说了一句话：半小时后到我公司给你看样东西。第2个电话打给了王凯，我们都叫他胖子，他曾是部队里的技术大拿，精通机械和电子，退伍后自己开了个汽修厂。峰哥，啥事儿啊？我这儿正给一辆帕拉梅拉换机油呢，这活儿精细。放下你的帕拉梅拉，马上滚到我公司来，不然我把你那些宝贝模型全砸了。
别，我的强袭自由，我马上到。第3个电话打给了李铁，和我一样，也是侦察兵出身，身手利落，性格沉稳，现在给人当保镖。电话接通后，我只说了4个字：一级战备。李铁沉默了2秒，回了2个字：收到。半小时后，我那已经搬空的办公室里站着3个人，陈月抱着手臂，眉头紧锁，一脸我看你到底要搞什么鬼的表情。胖子王凯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心疼他的限量版模型。李铁则像一杆标枪，站在角落，沉默不语，但眼神已经进入了战斗状态。我没废话，把周海发我的视频投到了墙上，然后将我整理的所有全球异常事件数据一一罗列出来。传染途径不明，但大概率是体液接触，潜伏期最短可能只有几小时。被感染后，人体高级神经中枢会被完全摧毁，失去痛觉和理智，只剩下最原始的攻击和进食欲望。我指着视频里那个偷渡客被子弹击中后依旧毫无反应的身体细节，进行着专业的军事分析。这不是狂犬病，也不是什么新型毒品，这是一种生物武器。办公室里死一般寂静，胖子脸上的嬉皮笑脸早就没了，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李铁的拳头不知不觉已经攥紧，陈月的脸色由怀疑转为震惊，最后变成了一片煞白。他是个医生，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我这些分析意味着什么。病毒彻底重构了人体的应激反应机制，这在现代医学上根本不可能。他喃喃自语，然后猛地抬头看我。我加入。胖子咽了口唾沫，看着我。峰哥，你确定不是在拍电影？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问：我什么时候骗过你？胖子深吸一口气，一拍大腿，干了！妈的，反正我那破汽修厂也开够了，这可比修车刺激多了。李铁从始至终只说了一句话：计划是什么？我的核心团队正式形成。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开始了与时间的赛跑。囤积物资只是第一步，最关键的是武器。我动用了退伍后积累的所有地下人脉，联系上了一个外号叫蝎子的军火贩子，交易地点在城郊一个废弃的化工厂。我和李铁2个人去的，胖子则在几公里外的高地上用无人机进行高空侦察。蝎子是个瘦小的中年人，眼神阴鸷，身边跟着4个彪形大汉。林老板，好久不见，发这么大财也不关赵兄弟。他笑呵呵地说道，但笑容里藏着刀。废话少说，东西呢？我提着一个装满现金的箱子，他拍了拍身后的几个大木箱。我走过去，打开其中一个，崭新的95式自动步枪，枪身上还涂着出厂的防锈油。另一个箱子里是92式手枪和一排排黄澄澄的子弹。我要的东西呢？蝎子打了个响指，一个小弟递过来一个更小的金属箱。我打开，里面是6个黑色的消音器。在即将到来的末日里，枪声会像黑夜里的灯塔，吸引来无穷无尽的麻烦。无声的猎杀才是生存之道。货款2清。我把现金箱踢了过去，蝎子的一个手下正要去捡，却被他拦住了。林老板，最近手头有点紧，兄弟想跟你借点钱花花。他话音刚落，他身后的4个大汉以及工厂暗处同时冒出来7、8个人，手里都端着枪，气氛瞬间凝固。我面无表情，只是对着衣领的微型麦克风轻轻说了一句：胖子，B计划。蝎子脸上的笑容还没来得及扩大，他的手机就响了。他疑惑地接起电话，里面传来一个他老婆惊恐的哭喊声：老公，救我！我们家门口停了一辆黑色的车，车上的人说你要是不放过一个姓林的人，他们就……蝎子的脸色瞬间变得比猪肝还难看，他死死地盯着我，仿佛要用眼神把我活剥了。我平静地与他对视：我做安保公司的，查个车牌号和家庭住址不难。蝎子，我只是想买点东西，不想惹麻烦。但如果你非要找麻烦，我不介意帮你全家换个地方住，比如城外的乱葬岗。冷汗从蝎子的额头渗出，他知道我这种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说得出就做得到。几秒钟后，他颓然地挥了挥手，让他们走。我们顺利地将所有军火装上车，扬长而去。后视镜里，蝎子的身影越来越小。在末日法则面前，所谓的江湖道义一文不值，只有最充分的准备和最狠辣的手段才能活下去。我们的基地选在一个我服役时就知道的地方，那是因战略调整而被废弃的一个半山腰上的小型军事通讯基地，位置极其隐蔽，三面环山，只有一条路可以上去。最重要的是，那里有独立的深水井、大功率的柴油发电机和一圈高高的围墙，简直是为末日量身定做的堡垒。我们4个人像上了发条的机器，日夜不停地用重型卡车将山一样多的物资运往基地。城市的氛围一天比一天诡异，街上救护车呼啸的频率越来越高，药店门口开始排起长队。新闻里专家和官方的辟谣也越来越频繁，措辞越来越严厉，这恰恰说明他们快要控制不住了。在最后一次进城采购补给时，我们亲眼目睹了那恐怖的，就在我们车子前方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突然发疯一样扑倒了一个等红灯的女孩，张嘴就朝着她的脖子咬了下去，鲜血瞬间喷涌而出，周围的人群发出惊恐的尖叫，四散奔逃。2名巡警迅速赶到，拔出了电击枪，高压电流打在那个男人身上，他只是抽搐了一下，撕咬的动作却丝毫没有停止。1名巡警朝天鸣枪示警，男人充耳不闻，子弹击中了他的身体，他踉跄了一下，却依旧没有倒下，反而松开嘴里血肉模糊的女孩，转身朝警察扑了过去，直到警察将他才终于不动了。整条街道陷入了死寂，随后是更大的恐慌。超市里，人们像疯了一样抢夺着货架上的任何东西。车里的胖子脸色惨白。峰哥，我猛地一达方向盘，调转车头，走回基地。我知道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倒计时已经开始。在我们带着最后一车物资抵达基地后不到6个小时，城市的广播里响起了尖锐的防空警报：紧急通知，由于出现大规模恶性传染病，本市自即克起，进入无限期全城戒严状态，所有市民请待在家中，不要外出。我和李铁
将通往基地的唯一一条山路用炸药彻底摧毁，然后用沉重的钢板焊死了基地的入口。轰隆一声巨响，钢铁大门彻底闭合，世界被隔绝在外，我们也成了这座孤岛上的囚徒。基地里，胖子王凯迅速架设好了他改装过的卫星天线，连接上了一台大功率的信号接收器，这是我们与那个正在崩溃的世界唯一的联系。电视信号最先中断，屏幕上只剩下一片雪花，紧接着互联网也彻底瘫痪，只有断断续续的军用无线电频道里还传来一些绝望的讯息：请求支援，我们被包围了，他们太多了啊！这里是精灵路防线，我们快顶不住了。重复，精灵路防线即将失守。呼叫总部，呼叫总部，将军已经，将军！一声凄厉的惨叫后，频道里只剩下沙沙的电流声。胖子关掉了无线电，整个指挥室里一片死寂。我们4个人谁都没有说话。曾经繁华的世界就这样在我们眼前一步步走向毁灭。悲伤和恐惧是没用的，活下去才是唯一的任务。开工！我一声令下，打破了沉寂。李铁和胖子立刻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胖子负责修复那台巨大的柴油发电机。轰鸣声再次响起时，整个基地亮起了灯光。那一刻，我们仿佛重获新生。他还检查了深水井和过滤系统，清澈的水流从管道里涌出，这是我们生命最重要的保障。李铁则带着我开始加固基地的防御。我们在3米高的围墙顶端又加焊了1米高的铁丝网，上面布满了锋利的刀刺。在围墙外围，我们还布置了大量鱿鱼线和空易拉罐组成的简易半锁报警器，任何东西靠近都会发出声响。我则制定了严格的作息和守卫制度。我们4个人分成2组，24小时轮班警戒，每天上午进行武器保养，下午则在基地内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进行射击训练。为了节省子弹和避免发出声音，我们更多的是练习使用弩箭和近身格斗。陈月则将一个房间改造成了设备齐全的手术室和实验室，它是我们这个团队最后的生命防线。绝对的纪律是我们在末日里生存下去的基石。几天后，第一批客人如期而至，他们是顺着山路找上来的，大概有10几只。他们穿着生前的衣服，有上班族，有学生，甚至还有一个穿着病号服的。行动迟缓，步履蹒跚，毫无智力可言。他们只是循着活人的气味，本能的聚集在围墙下，伸出腐烂的手，徒劳地拍打着冰冷的钢铁墙壁，喉咙里发出无意义的嘶吼。妈的，就这玩意儿，把世界给搞没了！胖子站在高高的哨塔上，看着下面这群丧尸，一脸的匪夷所思。别大意，也别浪费子弹。我拿起一把改装过的复合弩，瞄准了其中一只丧尸的头部，咻，弩箭破空而出，精准地定进了一只丧尸的眼窝。他晃了晃，直挺挺地倒了下去。看见没？只有破坏头部中枢，才能让他们彻底停下来。我指导着他们，利用围墙的高度优势，用弩箭和我们自制的长矛进行着一场无声的猎杀。这是对我们团队心理素质的第一次考验。亲手杀死这些曾经是人类的怪物并不容易，尤其是陈月，他握着弩的手一直在抖。但当一只丧尸差点爬上围墙的缺口时，他还是闭着眼扣动了扳机。我们花了半个小时将这10几只丧尸全部清理干净，尸体就堆在围墙下，散发出阵阵恶臭。我们没有去处理这些尸体，会成为对后来者最好的警告。当天晚上，陈月穿上厚厚的防护服，在李铁的帮助下拖了一具尚算完整的丧尸尸体回到了他的实验室。几个小时后，他脸色苍白地走了出来，摘下了护目镜。我解剖了他，他的声音有些干涩，结论很绝望，这是一种前所未见的病毒，它不像是自然演化的产物，更像是被设计出来的。它会以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方式彻底摧毁大脑皮层，也就是我们思考、感知、拥有情感的区域，但它会完整保留并极度强化我们的小脑和脑干，也就是控制我们最原始本能和生理活动的部分。陈月深吸一口气，眼中流露出一丝恐惧。他们的肌肉组织在病毒的作用下产生了某种变异，拥有极强的物理活性，除非彻底破坏头部中枢神经，否则就算身体被打烂，他们也不会停止活动。简单来说，他们就是一群只知道捕食的行走的尸体。这个结论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一阵寒意。基地外围的丧尸被清理干净后，世界陷入了一片诡异的死寂，没有了城市的喧嚣，没有了人类的活动，天地间只剩下风声和偶尔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模糊不清的嘶吼。我们在这座钢铁堡垒里度过了一段绝对安全却又无比压抑的时光，食物充足，水源干净，电力稳定，我们仿佛是这场末日浩劫中唯一的幸存者。但我的内心却一天比一天感到不安。我站在哨塔上，用望远镜眺望着远方沦陷的城市废墟。敌人真的就这么简单吗？这种行动迟缓、毫无智力的行尸走肉，真的能让装备精良的现代军队在短短几天内就全线溃败吗？不对劲，这其中一定有我们还不知道的东西。这片死寂不是结束，它更像是暴风雨来临前那令人窒息的宁静。真正的敌人还没有登场，基地里的生活在绝对的纪律下进入了一种诡异的平稳，但这种平稳就像是踩在薄冰上。陈月找到了我，他的表情很严肃。林峰，我们有麻烦了。他递过来一张打印的药品清单。我检查了所有医疗物资，我们缺少一种关键的广谱抗生素。普通的伤口感染还能处理，但如果出现复杂的腹腔感染或者深度创伤，没有它，死亡率几乎是100%。我接过清单，上面只有一个拗口的化学名称。陈月指着那个名字，我查过资料，离我们最近的只有镇上的中心医院药库才可能有储备。我看着地图上那个被红笔圈出的小镇，沉默了。外出意味着要重新踏入那个已经沦陷的世界，但我们别无选择。胖子准备无人机，李铁检查车辆和武器，陈月整理一份详细的药品清单，除了抗生素，所有急需的都列出来。命令被迅速执行。这次行动，我和李铁是战斗主力，陈月作为医疗专家必须同行，只有他能最快找到我们需要的药品。
胖子留守基地，负责无人机侦察和通讯支持。不是吧，峰哥又把我扔家里看门？胖子一边调试着无人机，一边哭丧着脸。你可是咱们的天眼，比我们都重要。我拍了拍他厚实的肩膀，家里交给你，我放心。他嘿嘿一笑，不再抱怨，熟练地操作着设备。放心吧，峰哥，一只苍蝇都别想从我眼皮子底下溜过去。我们驾驶的是一辆经过胖子魔改的越野车，车身加焊了钢板，轮胎换成了防刺的军用轮胎，车头装了巨大的撞角。最重要的是，发动机的声音被他调教到了最低，车子像一头沉默的钢铁野兽，滑入了死寂的小镇。街道上，撞毁的汽车歪七扭八地堵塞着道路，几个游荡的普通丧尸闻到了活人的气息，迟缓地转过身，朝我们围了过来。我没有减速，直接从他们身上碾过去，车身只是轻微的颠簸一下。医院的大门敞开着，像一张择人而逝的巨口。我们下了车，浓重的血腥味和腐败的气味扑面而来，几乎让人窒息。戴上口罩，注意脚下。我低声提醒，同时举起了加装了消音器的95式步枪。李铁在我身后端着同样的武器，为我警戒侧翼。陈月则紧跟在他身后，手里紧紧攥着一把手枪。医院大厅里一片狼藉，地上到处是干涸的血迹和散落的杂物。走廊深处挤满了密密麻麻的丧尸，他们穿着病号服，医生白大褂，护士服，漫无目的的拥挤推搡，喉咙里发出令人牙酸的嘶吼。太多了，硬闯不行。李铁压低声音说，我打了个手势，指向2楼的窗户。我们退到外面，我用手里的军用弩将一根带着绳索的钩爪射向2楼的窗沿，钩爪牢牢地卡住了。我第一个攀了上去，李铁和陈月紧随其后，从2楼潜入，避开了大厅里最密集的尸群。黑暗地走廊里，我们像3个幽灵，交替掩护，无声的前进。时不时有零星的丧尸从病房里晃出来，我和李铁会用最快的速度，以消音武器或者军用匕首，精准地破坏他们的头部。整个过程安静的只剩下我们自己的心跳声。陈月的脸色有些发白，但他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只是紧紧地跟在我们身后。药库在住院部的地下1层，我们花了将近1个小时才清理出一条通往地下室的楼梯。药库的大门是厚重的铁门，被从外面锁住了。李铁从背包里拿出小型的液压钳，咔嚓一声轻响，锁被剪断，我们成功了。药库里堆满了各种药品，像一座宝山。陈月对照着清单，迅速找到了我们需要的那种抗生素，还有大量的止痛药、绷带和其他外科用品。我们用3个巨大的登山包装得满满当当。任务完成，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就在我们准备原路返回时，一阵微弱的哭泣声从1楼大厅的方向传了过来，那声音断断续续，充满了恐惧和无助。我们3人对视一眼，我立刻打出手势，示意原地警戒。我悄悄摸到楼梯口，探头向下望去，大厅的导诊台下面，一个穿着单薄病号服的年轻女孩正蜷缩在那里，抱着膝盖，瑟瑟发抖。她看起来很干净，脸上还带着泪痕，眼神里满是惊恐，像一只在暴风雨中迷失的小鹿。是个幸存者。陈月压低声音，语气里带着一丝激动和怜悯。我们得救他。李铁也点了点头，觉得应该带上他。我没有说话，只是举起了枪，瞄准了那个女孩。别动。我的声音不大，但在空旷的大厅里却异常清晰。待在原地。女孩被我的动作吓了一跳，身体抖得更厉害了。陈月和李铁都愣住了。林峰，你疯了，他只是个孩子。陈月忍不住喊了出来，李铁也皱起了眉，不解地看着我。峰哥。女孩的哭声更大了，带着哭腔哀求道：“求求你们，救救我！我一个人在这里躲了好几天了。”她的声音听起来那么可怜，足以让任何一个铁石心肠的人动容。但我的枪口没有丝毫动摇，我的目光像刀子一样，一寸一寸地刮过她的身体。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小雅。怎么活下来的？我一直躲在这里，不敢出去，他们看不见我。她的回答天衣无缝，充满了劫后余生的恐惧。陈月看我的眼神已经带上了责备，我却缓缓地开口，声音冷得像冰：“你的演技很好，但你犯了3个错误。”女孩的哭声停顿了一下。这几天夜里气温骤降，医院里跟冰窖一样，室内温度也就几度。你穿着这么单薄的病号服，嘴里却没有呼出任何白气。第二，我刚才用战术手电晃了你的眼睛，你的瞳孔在强光刺激下没有一丁点的收缩反应。第三，也是最致命的一点，我的目光落在他那件干净的过分的病号服上。这家医院的丧尸密度有多大？我们一路过来如履薄冰，你一个手无寸铁的女孩子，在这里躲了好几天，身上却连一滴血渍都没有沾到，你当我是傻子吗？女孩的哭声戛然而止，她缓缓地抬起头，那张梨花带雨的脸上，惊恐和无助的表情，如同融化的蜡像一样，一点点地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非人的、冰冷的，仿佛在观察实验动物的诡异微笑。她的喉咙里发出一种干燥的，如同砂纸摩擦般的低语，那声音和她清秀的外表格格不入，像是从另一个维度的生物口中发出。聪明的猎物。话音未落，她的身体以一个完全违背人体工学的反关节角度，猛然从地上弹起，10根手指的指甲瞬间爆长，变得乌黑尖利，化作10把锋利的短刀，直扑我的面门，速度快到极致。我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95式步枪的子弹精准地钻进了他的眉心，巨大的冲击力带着他的身体向后飞去，重重地撞在导诊台上，然后滑落在地。枪声在死寂的医院大厅里炸响，震得人耳膜生疼，也彻底炸碎了陈月和李铁对这个末日世界最后的侥幸。敌人在进化，他们学会了思考，学会了伪装。返回基地的路上，车里死一般寂静。李铁握着方向盘，手背上青筋毕露，陈月则缩在后座，抱着双臂，眼神空洞地看着窗外。我知道医院里那一幕对他的冲击太大了。回到基地，胖子兴冲冲地迎了上来：“峰哥，你们回来了，怎么样？顺利吗？”他看到我们3个人的脸色，把后半句话咽了回去。出事了。我把从伪装者头上取下的样本扔给了他。陈月，去实验室分析他。李铁，把所有防御等级提到最高。胖子，跟我来。当晚，我召集了所有人开会，气氛压抑到了极点。李铁和陈月脸上还
还残留着后怕的神色。他们都清楚，如果不是我最后关头保持了绝对的冷静，我们3个可能已经都交代在医院里了。从今天起，我们对敌人的定义必须改变。我指着屏幕上那张诡异的笑脸，我把它命名为伪装者。他们不再是无脑的行尸走肉，他们是狡猾的、懂得思考的猎手。他们会利用我们的人性、我们的同情心来捕杀我们。会议室里真落可闻。几个小时后，陈月从实验室里走了出来，脸色比之前更加苍白。我解剖了他的大脑，他声音干涩地汇报着结果。他的脑部结构发生了2次变异，大脑皮层虽然依旧萎缩，但某些区域出现了类似人类的复杂神经元连接，比我们之前解剖的普通感染体要复杂得多。这种结构更加原始，也更加高效，完全服务于捕猎和伪装。他的大脑就是一台为杀戮而生的超级计算机。这个结论让每个人都感到一阵寒意。胖子，我转向王凯，峰哥，你说，基地现有的所有防御逻辑全部推翻重做，我需要一套新的识别程序，通过热成像、步态分析、微表情识别，建立一个远程甄别系统。我要你在500米外就能把人和伪装者给我区分开。胖子一听这个，眼睛都亮了。峰哥，你这是要我搞天网系统啊？他搓着手，一脸兴奋。没问题，给我3天时间。虽然他说的轻松，但我知道这背后是巨大的信任危机。我们团队内部牢不可破，但从今往后，我们对外界的一切都必须抱以最大的猜疑。任何一个看起来再正常不过的幸存者，都可能是一个致命的陷阱。人类将不再是我们拯救的对象，而是需要甄别的潜在的敌人。第2天，胖子在调试他那些宝贝疙瘩的时候，突然大呼小叫的把我喊了过去。峰哥，快来看，有重大发现。我走到他的控制台前，屏幕上一条诡异的波形正在跳动。这是我把音频接收器的灵敏度调到最高，过滤掉所有已知频段后捕捉到的一种信号。胖子指着屏幕，神情激动。这是一种极低频率的脉冲信号，有点像海豚的声呐。我怀疑这可能就是伪装者之间的一种通讯方式。我盯着那条波形，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通讯，这意味着他们不是单独行动的猎手，他们是一个群体，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族群。战争已经进入了第2阶段，情报战和心理战。我把所有人叫到训练场。从今天起，训练内容改变。我把几张打印出来的人脸照片贴在靶子上，这些是网上能找到的，在不同光线和角度下，人类做出的各种微表情。你们要练习的是在1秒钟之内分辨出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伪装的，同时增加快速反应射击以及应对突发近距离偷袭的模拟训练。记住，你们的敌人可能上一秒还在对你哭泣求饶，下一秒就会要了你的命。任何松懈和侥幸都将导致团灭。所有人的眼神都变得凝重起来，那份劫后余生的压抑正在慢慢转变为一种更加坚韧和冷酷的东西。就在我们全身心投入到新一轮的备战中时，一个不速之客打破了基地的宁静。那天，我正在哨塔上警戒，基地的无线电里突然传来一阵滋滋啦啦的电流声。胖子迅速进行调试，很快，一个微弱的、带着杂音的男声传了出来：“呼叫，呼叫，这里是蓝山幸存者营地，有没有人能听到？我们快撑不住了，食物耗尽，多人受伤，请求援助。”信号断断续续，但信息很明确，一个幸存者营地在求救。指挥室里，所有人都看向我，不能去。李铁第一个开口，态度坚决：“这100%是陷阱。”医院里的那一幕给他留下了太深的阴影。陈月却有些犹豫：“可万一是真的呢？他们提到了多人受伤，我是医生，我不能。”胖子挠了挠头：“峰哥，要不我先用技术手段甄别一下。”我没有立刻做出决定，我走到地图前，找到了对方所说的蓝山，那是一处废弃的度假村，离我们大概有30公里。不和他们直接接触。我做出了决定：胖子，派出你的眼睛，对那个营地进行24小时不间断侦查。一架经过改装的静音无人机如同鬼魅般升空，朝着蓝山度假村的方向飞去。接下来的24小时，我们轮流盯着无人机传回的实时画面。画面显示，那个营地里大概有20-30人，大部分都面黄肌瘦，神情萎靡，看起来确实是弹尽粮绝的幸存者。他们居住在度假村的几栋小木屋里，周围用废弃的汽车和杂物堆起了简陋的防御工事，一切看起来都合情合理，但我的直觉却感到一丝不对劲。我让胖子将画面放大，仔细观察每一个人的行为细节。很快，我发现了疑点：营地里有2个人，一个高个子男人，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女人。他们和其他幸存者一样，看起来很虚弱，但每当无人机从他们头顶飞过时，他们总会下意识的用极其微小的动作避开镜头，而且他们在营地里行走、拿取东西时的一些习惯性小动作，显得过于标准、过于经济，没有一丝多余的动作，就像是经过严格训练的士兵，或者说像是捕食前节省体力的猎豹。是伪装者，我得出了结论。妈的，真被峰哥你猜中了！胖子骂了一句：“那我们怎么办？直接不管他们了？”陈月问。不，我摇了摇头，我要把这2颗钉子拔掉，而且我还要知道他们到底想干什么。我拿起无线电，切换到对方的频率。这里是堡垒，我们收到了你们的求救信号。我的声音经过了处理，听起来沉稳而有力。对面传来一阵欣喜若狂的欢呼。太好了，感谢上帝！你们有多少人？能不能送些食物和药品过来？我们可以提供少量食物。我平静地回答。但为了安全，你们必须派1-2个人到指定的地点来取。我报出了一个坐标，那是一片开阔的平地，距离我们基地和他们的营地都有一段距离。最重要的是，那里的四周早已被胖子布满了各种隐蔽的摄像头、热成像仪和高敏度拾音器，那就是我为他们准备的舞台。对方犹豫了一下，但最终还是答应了。第2天中午，2个人出现在了我们的监控画面里，正是被我标记出来的那一高一瘦。他们身边还跟着一个看起来只有10几岁的少年，面黄肌瘦，眼神里充满了对食物的渴望。看来伪装者也需要一个真正的幸存者来打掩护。他们到达了指定地点，那里放着我们提前准备
好的一个物资箱。高个子男人打开箱子，看到了里面的压缩饼干和罐头，脸上露出了惊喜的表情。他通过无线电向我表达感谢，同时看似无意的开始套话：兄弟，真是太感谢你们了！看你们能拿出这么多食物，基地实力一定很强吧？有多少人啊？我的耳机里传来了胖子冷静的声音：峰哥，这孙子心跳瞬间飙升到120，声纹匹配度低于60%，他在撒谎，并且处于极度兴奋状态。我没有回答对方，只是对着衣领的麦克风轻轻说了一句：李铁，动手。说道，远在800米外的一处山坡上，趴在伪装网下的李铁通过狙击镜牢牢锁定了那个高个子男人。就在那两个人准备带着物资和那个少年返回时，一声轻微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破空声响起，高个子男人的脑袋像是被无形的重锤击中，猛地炸开一团血花。他身边的那个女伪装者甚至还没反应过来，第二发消音狙击弹就精准的穿透了他的太阳穴，两具尸体直挺挺的倒了下去。整个过程不到2秒，那个幸存者少年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脸上血色尽失，裤裆瞬间湿了一片。他惊恐的看着我们从暗处走出来，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审讯室里空气是凝滞的，那个从蓝山营地就回来的少年名叫刘浩，此刻正裹着厚厚的毛毯，眼神依旧涣散。他哆哆嗦嗦的捧着一杯热水，花了很长时间才把那个人间炼狱般的故事拼凑完整。他们不是一开始就在的，那2个人，一男一女，是后来加入的。他们很会说话，很会帮忙。男的叫强哥，很快就成了营地里除了首领外最有威信的人。然后营地里就开始死人了，每次都是晚上，落单的人第2天就找不到了。首领组织人手去找，什么都找不到，连血迹都没有。营地里开始恐慌，互相猜忌。强哥就在这个时候站出来，说是有人偷了食物跑了，还挑拨说首领无能，很多人信了他。再后来，首领也失踪了，强哥就成了新的首领。从那天起，我们就成了他圈养的食物。刘浩说到这里，再也忍不住，把头埋进膝盖，发出了压抑的呜咽。指挥室里，所有人都沉默着，李铁的手紧紧握着，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胖子王凯的脸上第一次没有了任何嬉皮笑脸的表情，只剩下浓浓的恶心和愤怒。他们在学习。陈月的声音打破了寂静，他的脸色苍白如纸。他们在模仿人类的社会结构，利用我们的猜疑、恐惧和权力欲，从内部瓦解我们。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捕食了，这是战争。我看着屏幕上那2个伪装者被击毙前的画面，心里一阵发冷。我们面对的是一群拥有高度智慧且毫无人类道德束缚的怪物，他们正在以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速度进化。峰哥，我们柴油不多了。胖子的声音将我从思绪中拉回现实，他指着控制台上的一个红色警报灯。冬季日照太短，太阳能板的效率不到平时的30%，全靠柴油机顶着，按现在的消耗速度，最多还能撑10天。生存的压力再一次赤裸裸地摆在了我们面前。我走到地图前，目光落在了市郊的一座大型化工厂上。这里有我们需要的东西。那里是本市最大的石化基地之一，有巨大的柴油储备罐，但那里也必然是重度感染区。这次任务和以往都不同。我转身看着我的队员们，我们的敌人可能藏在任何一个角落，用任何一张无辜的脸孔对着我们。胖子，你需要给我们一点技术支持。胖子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眼睛一亮，交给我，峰哥，我连夜给你们搞几副新玩具出来。第2天出发前，胖子把3副看起来极具科幻感的战术木镜交到我们手上，我管它叫真实之眼。他得意地拍着胸脯，集成了微型热成像和步态分析模块，通过我编写的算法，可以初步预警异常目标。虽然还不能100%确定伪装者，但只要对方的体温、心率或者走路姿势有异于数据库里的正常人，目镜就会发出警报。可以啊，胖子，你这是要上天啊！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这东西来得太及时了。那必须的，我可是你们的天眼。胖子嘿嘿一笑，我们3人，林峰、李铁、陈月，再次驾驶着那辆改装过的越野车，驶向了未知的危险。化工厂巨大的烟囱像一把把刺向天空的利剑，在阴沉的天空下显得格外狰狞。整个厂区死一般寂静。我们戴上真实之眼，眼前的世界瞬间被一层淡绿色的数据流覆盖。左前方30米，热源信号异常，判定为普通感染体，数量3。右侧管道上方未发现生命体征。目镜里的提示音冷静而清晰，这让我们得以避开大部分无意义的遭遇战。柴油储备区在工厂的中心位置。当我们悄无声息地摸到那里时，眼前的景象让我们的心沉到了谷底。储备罐的阀门大开着，黑色的柴油流了一地，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气味。而在储备罐周围聚集着上百只丧尸，它们没有像往常一样无意识地游荡，而是像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安静地分布在各个关键位置。是陷阱。李铁的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他们在等我们。几乎就在他话音落下的瞬间，我们后方的退路上，几十只丧尸从厂房的阴影里涌了出来，彻底堵死了我们的去路。与此同时，一个穿着工厂技工服的男人从丧尸群后方缓缓走出，他脸上带着那种我们无比熟悉的非人的微笑。伪装者，我低声说道。更让我头皮发麻的是，他抬起手，做了一个简单的战术手势，包围我们的尸群，开始缓缓收缩。他们不再是无脑的冲锋，而是在进行有组织的包抄。妈的，这些怪物还懂兵法了！陈月忍不住骂了一句，举枪的手却稳如磐石。胖子，听到吗？我们被包围了，准备 B 计划。我在通讯频道里冷静地下令。收到，峰哥，撑住，打！我一声令下，3支加装了消音器的步枪同时开火。我们没有选择硬碰硬，而是利用化工厂复杂的管道和高低错落的平台，开始了游击战。我、李铁、陈月，我们3人的配合早已烂熟于心，交替掩护，精准点线，不断的变换位置。但那只伪装者指挥官异常狡猾，他不断驱使着普通丧尸，试图消耗我们的弹药，压缩我们的活动空间。战斗中，我们被逼上了一座2层高的反应塔平台。
就在这时，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平台一侧，一个被腐蚀的管道正在泄露着某种黄绿色的气体。那只在下方指挥的伪装者，在靠近那片区域时，明显的停顿了一下，甚至还后退了2步，动作中带着一种极度的厌恶。一个念头在我脑中闪电般划过：李铁，打那个阀门！我朝着平台下方一个连接着泄漏管道的总阀门怒吼。李铁没有丝毫犹豫，调转枪口，一个精准的3连射，子弹击碎了早已锈蚀的阀门，一股浓烈刺鼻的黄绿色气体瞬间喷涌而出，像浓雾一样迅速扩散，下方的尸群立刻陷入了黑暗，而那只伪装者则像是被烙铁烫到一样，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尖笑，转身就跑。他甚至顾不上去指挥他的部队。机会，走！我们趁着混乱，从平台的另一侧滑下，冲向我们的越野车。虽然没有搞到柴油，但这个发现可能比几百吨柴油更有价值。返回基地的路上，我的脑子里一直在回想伪装者面对那股气体时的反应，那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源自生理本能的剧烈的排斥。一回到基地，我立刻将从化工厂带回的空气样本和沾染了那化学品的布料交给了陈月。他怕这个，我只说了一句话，陈月的眼睛瞬间亮了。接下来的3天，他几乎把自己锁在了实验室里。我和李铁负责警戒，胖子则唉声叹气地计算着我们仅剩的柴油。峰哥，再不想办法，我们就要退回原始社会，钻木取火了。他哭丧着脸。第4天清晨，陈月顶着2个重重的黑眼圈，拿着一小瓶无色液体走了出来。他的脸上带着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我成功了，我从样本里分离出了那种关键的化合物，并重新合成了它。它对人类完全无害，闻起来只有一股淡淡的杏仁味。但是，他将一滴液体滴在一块伪装者的组织样本上。滋啦！那块原本还保持着活性的组织，像是被泼了浓硫酸一样，剧烈的冒着白烟，迅速蜷缩、碳化。我把它命名为甄别剂。我们所有人都围了过来，看着这神奇的一幕，呼吸都停滞了。这是我们第一次拥有了可以主动克制伪装者的武器。胖子，我看向王凯，我要你把这东西做成我们堡垒的杀毒软件。小意思。胖子一把抢过那瓶甄别剂，像是得到了最心爱的玩具。远程触发喷雾陷阱，压力感应地雷，红外联动喷头。峰哥，不出3天，我让咱们基地外围变成伪装者的绝对禁区。有了甄别剂，我们基地的防御体系从被动挨打一跃成为了主动防御，这给了我们巨大的安全感。但新的问题又来了，食物。我们储备的军用口粮虽然还能支撑很久，但坐吃山空终究不是办法。我们不能再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外出搜集上。在一次会议上，我提出了我的想法，我们必须实现自给自足。农业计划。陈月立刻明白了。没错，我指着基地那一块被废弃的训练场，那里有足够大的空地，我们有独立的水源，有发电机可以提供光照。陈月，你是生物医学专家，这方面你是权威。没问题。陈月点了点头，眼神里充满了干劲。我们可以利用水培和无土栽培技术，优先种植土豆、红薯这类高产、高能量的作物。说干就干。接下来的日子，我们仿佛从战士变成了农民。我们清理空地，搭建温室大棚，在胖子的技术支持下，铺设了复杂的水循环和光照系统。当第一颗土豆种子在我们亲手搭建的培养槽里冒出那一点点脆弱的嫩绿时，所有人都围在那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胖子这个1.8米的壮汉，眼眶竟然有点红。妈的，老子长这么大，第一次觉得发芽这么好看。那一点绿色代表的不是食物，是希望，是证明我们不光能在这末日里苟活，还能亲手创造新生。就在我们为农业计划的初步成功而振奋时，胖子在通讯监听上又有了新的发现。他把我叫到指挥室，指着屏幕上一张巨大的电子地图，地图上几十条代表着伪装者低频信号的红色线条，从城市的4面8方，最终都指向了同一个坐标。峰哥，你看这些信号像不像在朝拜？我盯着那个汇集的中心点，那是在城市的最中心，曾经的地标性建筑中央电视塔。他们不是伞兵游泳。一个大胆的假设在我脑中成型，他们有一个蜂巢，一个指挥中心，甚至一个女王。这个结论让我们刚刚燃起的希望又蒙上了一层阴影。一个有统一指挥的智慧族群，这比一盘散沙的伪装者要可怕1万倍。然而就在这时，滋啦，一直沉默的军用加密频道突然传来一阵微弱的电流声。有信号。胖子像触电一样跳了起来，双手在键盘上疯狂操作。频率在跳动，是军用级的加密通讯，我在尝试破解。几分钟后，一个断断续续但清晰可辨的声音从音箱里传了出来。呼叫任何幸存的友军单位，这里是方舟计划最后的集结点。重复，这里是方舟，坐标昆仑山脉。信号到这里戛然而止，指挥室里一片死寂。我们4个人面面相觑，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震惊。我们不是唯一的抵抗者，在遥远的地方，还有一支成建制的军事力量在战斗。方舟这个名字像一道劈开黑暗的闪电，照亮了我们前方的路。方舟计划的存在彻底改变了我们的战略目标。固守基地只能是苟延残喘，找到方舟汇合人类最后的有生力量，才是赢得这场战争的唯一希望。我们必须去。我看着地图上遥远的昆仑山脉，做出了决定。从这里到昆仑，直线距离超过2000公里，开车至少要翻越半个中国。胖子泼了一盆冷水。我们现在的车，别说开到那儿，能不能开出这个省都是问题。他说的是事实。长途远征，我们需要一辆真正的移动堡垒。我可能知道哪里有。一直沉默的李铁突然开口了，他走到地图前，指着城市另一端的一个地点。这里是武警机动师的一个训练基地，我以前在这里参加过集训，那里应该有920轮式步战车。防爆装甲车，我的眼睛亮了，那东西简直就是为末日远征量身定做的。但那里是重灾区。李铁的表情很严肃。一个满编的机动师，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我当然知道，那意味着基地里不仅有海量的普通丧尸，更可能有大量由身经百战的军警人员变异而成的精英级伪装者。这次行动的难度将是前所未有的，但我们别无选择。
行动定在2天后。这一次，我们4人全体出动，胖子负责远程技术支援和破解门禁系统，陈月携带了大量的甄别剂成品和急救设备，我和李铁则是这次行动的矛头。潜入的过程是团队协作的极致体现。胖子通过无线网络悄无声息地瘫痪了基地的外围监控和电子门锁，陈月用我们感知出的甄别剂气雾弹像排雷一样清理出一条安全的通道，任何藏在暗处的伪装者在甄别剂面前都无所遁形，他们在暴露的瞬间就会被我和李铁用消音武器亲自炸死。我们像4个配合默契的幽灵，一路有惊无险地摸到了基地的车库。巨大的地下车库里整齐地停放着10几辆墨绿色的装甲车，像一群沉睡的钢铁巨兽。我们找到了，就在我们准备挑选一辆车况最好的装甲车时，一股强烈的危机感让我全身的汗毛瞬间倒数。小心！我大喊一声，同时将身边的陈月扑倒在地。几乎在同一时间，一道黑影从一辆装甲车的顶部猛地带着撕裂空气的厉风扑向我们刚才站立的位置。那是一个穿着武警作训服的伪装者，他的身形比我们之前遇到的任何一只都要矫健，眼神里没有丝毫疯狂，只有猎手般的冷静和致命的杀意。他保留了身为武警教官时的战斗本能，他没有嘶吼，落地后一个标准的战术翻滚，就闪到了一根承重柱后面，完美的避开了我和李铁的战术。强敌胖子封锁车库所有出口。我一边下令，一边和李铁交换了一个眼神。一场恶战在所难免，接下来的10分钟是我经历过的最艰难的战斗之一。这个教官把游击战术发挥到了极致，他利用车库里复杂的环境，不断的移动、偷袭，他的每一次攻击都直指我们的要害。他甚至懂得利用枪声的回音来判断我们的位置。呼！一声闷响，李铁为了掩护正在寻找机会的陈月，左臂被那东西的利爪划开了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李铁，陈月惊呼一声。我没事。李铁咬着牙，单手换着弹匣，额头上全是冷汗，不能再拖下去了。我看着那只伪装者再次消失在阴影里，一个疯狂的计划在我脑中形成。我对着通讯器低吼：“胖子，听我口令，启动 A3区那辆装甲车的引擎。”收到。我猛地从掩体后冲出，主动暴露在空地上。来啊，砸中！那教官果然上当，他以为我疯了，从阴影中闪电般扑出，直取我的喉咙。就在他扑到我面前的瞬间，就是现在，轰！我身后那辆装甲车的引擎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刺眼的车头大灯瞬间亮起。那教官的动作在强光和巨响的刺激下出现了0.1秒的僵直，高手过招，胜负只是瞬间。我侧身避开他的利爪，手中的军刀自下而上，握住全身力气，狠狠地捅进了他的下颚，贯穿了他整个头颅。战斗结束了，李铁的伤势很重，但好在没有伤到动脉。在陈月紧急处理后，我们成功启动了那辆装甲车。当这头钢铁巨兽轰鸣着将沿途的丧尸撞得粉碎时，我们所有人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虚脱感。回到我们自己的堡垒，李铁和胖子不顾伤势和疲惫，开始了对这辆装甲车的疯狂改装。他们给它加装了我们所有的武器平台，车顶铺满了太阳能电池板，车身焊上了更厚的钢板，内部被改造成了一个小型的生存空间。我们给它取了一个名字——远征号。1周后出发的前夜，所有的物资都已装车，李铁的伤也基本稳定。我们4个人最后一次站在我们亲手打造的钢铁堡垒的围墙上。山下的世界一片死寂，黑暗无边。我们即将离开这个庇护了我们数月的家，去奔赴一个2000公里外的不确定的未来。前路是深渊还是黎明，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必须出发。我们给那辆改装后的步战车取名远征号。出发前夜，我最后一次检查了基地的防御系统。胖子设计的自动化哨戒炮塔像忠诚的猎犬，安静地窝在围墙的4个角落。红外线和压力感应器组成的电子弹锁将整个基地包裹得密不透风。放心吧，峰哥，一只苍蝇想混进去，都得先问问我的键盘。胖子拍着胸脯，脸上写满了对他自己作品的得意。我点了点头，转身看着远征号那狰狞的钢铁轮廓。我们所有的家当，所有的希望都在这辆车里了。走吧，我说。钢铁大门在我们身后缓缓开，隔绝了我们唯一的家。远征号的引擎发出低沉的咆哮，履带碾过荒芜的山路，朝着未知的西方踏上了漫漫征途。一路向西，世界是一片巨大的灰色墓碑。我们途径的第一个县城，路口竖着一块歪歪扭扭的木牌，上面用红漆写着“白马幸存者营地，活人止步”。木牌下是10几具早已腐烂的尸体，没有打斗的痕迹，他们像是被某种无形的东西吸干了生命力。我们继续前进，在一个被摧毁的服务区，我们发现了另一个据点的残骸，废弃的汽车堆成了路障，但已经被暴力破开，墙上到处是弹孔和爪痕。陈月在一间还算完整的屋子里找到了一本小学生的日记。妈妈说外面有很多坏人，但我们有高高的墙，还有勇敢的叔叔阿姨。今天营地里来了2个新叔叔，他们好厉害，帮我们修好了发电机。王小虎不见了，大家都说他可能跑出去玩了，可是他的妈妈哭得好伤心。新来的那个高个子叔叔说是首领把王小虎藏起来了，因为我们食物不多了。叔叔阿姨们开始吵架了，我好害怕。日记的最后一页只有几个用蜡笔歪歪扭扭画出来的字，别详细，微笑。字的旁边是一个用红色蜡笔画出的僵硬的笑脸。陈月合上日记本，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将它收进了自己的背包。车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妈的，一群畜生！胖子低声骂了一句，狠狠一拳砸在控制台上。这些惨不忍睹的景象像一根根鞭子抽打着我们，也让我们更加坚定了找到方舟的决心。峰哥，有情况。胖子的声音突然变得严肃，他指着屏幕上一条不断跳动的波形。我一直在追踪伪装者的低频通讯信号，发现一个很诡异的规律。他在电子地图上拉出一条红色的轨迹线，他们的信号源，或者说信号最强的区域，和我们前进的方向几乎完全一致。所有人都凑了过来，地图上代表我们的蓝色箭头和代表信号源的红色区域正朝着同一个方向延伸，最终都指向了遥远西部的一座巨大城市。蜂巢和方舟在同一个地方。
李铁皱起了眉，是陷阱还是巧合？陈月轻声问。我盯着地图，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不安。无论是哪一种，都意味着我们正在冲向一个巨大的漩涡中心。2天后，我们在一节断裂的高速公路上遭遇了一个单独行动的伪装者，他穿着邮政人员的制服，背着一个大大的邮包，正在荒野上快速穿行，像个信使。李铁评价道：“拦住他！”我下了命令。远征号像一头沉默的母蛇，悄无声息地从侧翼包抄过去。那信使的警觉性极高，在我们进入他侧后方500米时，他突然停下脚步，猛地回头，他的脸上没有任何属于人类的表情。下一秒，他以远超常人的速度朝着公路下的密林冲去。想跑？李铁冷哼一声，方向盘一打，远征号直接冲下路基，巨大的撞角将沿途的树木撞得粉碎。那信使在林间辗转腾挪，身手矫健的不像话。胖子，计算他的行动路线，给我一个预判点。明白。3秒后，他会出现在你左前方70米的一块岩石后。我从车顶的射击口探出身，手中的95式步枪稳稳地架在车顶。3、2，一道黑影从岩石后闪出。加装了消音器的枪口喷出一道火舌，子弹精准地命中了他的膝盖。那信使惨叫一声，扑倒在地，但他没有停下，而是像野兽一样用双手在地上飞快爬行。李铁一脚油门，远征号风鸣着追了上去，巨大的子弹直接从他身上碾过去。陈月穿上防护服，从那堆血肉模糊的残骸里小心翼翼地提取了组织样本和他邮包里的东西。邮包里没有信件，只有一块块风干的、带着牙印的人肉。当晚，陈月的分析结果出来了，这个信使的生物信息比我们之前遇到的任何一只伪装者都要复杂，他的神经元结构出现了某种定向特化，强化了他的方向感和记忆力。他的大脑里还残留着一种独特的生物电信号，像是一个坐标。他深吸一口气，说出了我们的猜测：蜂巢是真实存在的。远征号继续向西，我们进入了一座巨大的城市废墟，这里就是地图上蜂巢和方舟信号的最终交汇点。高楼倾颓，街道被钢铁和尸骸堵塞，死寂，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死寂。不对劲儿。李铁握着方向盘，眼神警惕。太安静了，连一只游荡的普通丧尸都看不到。胖子调出了热成像扫描，屏幕上瞬间亮起了密密麻麻的红色光点，它们藏在每一栋大楼里，每一个阴影下，每一个废弃的车辆后，成千上万。它们没有嘶吼，没有游荡，它们在等待，像一张已经张开的巨网，而我们就是那只一头撞进来的飞蛾。我们被包围了。陈月的声音有些干涩。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军用加密频道突然传来一阵滋滋的电流声，胖子像被电击了一样，双手在键盘上化作一串残影。是方舟的信号。几秒钟后，一个冷静沉稳的男声从音箱里清晰地传了出来：这里是方舟，呼叫进入蛛网区域的位置友军单位，立刻停止前进。重复，立刻停止前进。你们正在被引诱，蜂巢的女王想要活捉你们，你们是她见过的最精锐的猎物，她要把你们变成她最强的卫士，立刻撤退。这不是警告，是命令。女王活捉。车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我拿起通讯器切换到对方的频率。这里是远征小队，队长林峰，我拒绝撤退。对面沉默了足足10几秒。林峰队长，你清楚你在说什么吗？你们面对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智慧型感染集群，你们4个人1辆车，这是自杀。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能退。我看着窗外那些潜伏在阴影中的红点，声音异常平静。他想要我，我就给他。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一个能把刀直接插进他心脏的机会。我需要你们的配合。你想怎么做？将计就计。我缓缓说出4个字：我做诱饵，把他和他的主力部队引到我指定的位置。你们在外围给我准备一场最盛大的烟火。疯子。对方的指挥官最终只吐出了这2个字：坐标发给我。林队长，祝你好运。我挂断通讯，看向我的队员，李铁的拳头握得死死的，陈月的嘴唇抿成一条线，胖子则搓着手，脸上是一种混杂着紧张和兴奋的表情。峰哥，玩这么大，怕了吗？怕。我王凯这辈子就不知道什么叫怕。他一拍大腿，干他娘的！我选定的伏击圈是市中心一个巨大的立体停车场，13层高，结构复杂，易守难攻，是打游击的绝佳场所。远征号引擎轰鸣，我关掉了所有的消音装置，大摇大摆地朝着停车场开了过去，像是在黑夜里点燃了一支火炬，整座城市瞬间活了过来，无数的嘶吼声从四面八方响起，成千上万的感染体从阴影中涌出，汇成一股黑色的洪流，朝着我们席卷而来。他们来了！胖子的声音在频道里响起。远征号一头撞出停车场入口口袋，冲了进去。李铁猛打方向盘，车身一个漂亮的漂移，甩尾横在了入口处，暂时堵住了大门。几乎在同一时间，停车场的总电闸被从外部切断，所有的卷帘门轰然落下，我们被关进了这个钢铁牢笼。他上钩了！我看着监控画面上那个从容地走到停车场外的身影，低声说道：“那是一个看起来温文尔雅的中年男人，戴着金丝眼镜，穿着一身学者的白大褂，一尘不染。他就是女王，或者说首领。”他没有嘶吼，只是抬起手，优雅地做了一个手势。狮群立刻停止了对大门的冲击，他们像训练有素的士兵，开始从停车场的各个通风口、窗户向上攀爬。他要将我们困死在这里，干活了！我大吼一声。李铁驾驶着远征号，开始在停车场内部横冲直撞，利用巨大的车身清理着一层又一层的普通感染体。我和陈月则分别占据了5楼和7楼的有利位置，手中的狙击枪不断发出低沉的怒吼。我们的目标不是那些杂兵，而是混在狮群中那些行动更猛烈、更具威胁的精英感染体。胖子的声音是我们的第3只眼。峰哥，9点钟方向第3根柱子后面有个孙子想偷你屁股。我头也不回，反手一枪，柱子后面一个刚刚探出头的伪装者，脑袋炸成一团血雾。月姐，你楼下那辆红色跑车里藏着一个。陈月冷静地调转枪口，子弹穿透车窗，精准地击毙了目标。战斗进入了白热
热化，远征号的装甲上布满了爪痕和凹陷，我们的弹药在飞速消耗，而狮群依旧源源不绝。那个首领就站在外面，像一个欣赏着自己作品的艺术家，冷静地指挥着一切。胖子，时间还有3分钟，就是现在。我深吸一口气，对着通讯器下达了最后的指令。李铁，把车开到顶楼，准备撞出去。陈月，掩护我。胖子，给我找出他的精确位置。说完，我从7楼的平台上一跃而下，抓住了6楼的护栏，一个翻身，稳稳落地。我开始向下突进。首领显然没料到我的举动，他的指挥出现了一瞬间的凝滞。也就在这时，城市的外围传来一阵惊天动地的爆炸声，那是方舟的信号。一朵小型的蘑菇云在远方升起，火光几乎照亮了半个夜空，外围的狮群瞬间陷入了昏迷。首领的部署找到了！胖子兴奋地大吼。他就在你正下方1楼的中央控制室里。我不再犹豫，用绳索从3楼直接滑降到1楼大厅。我将指挥权交给了李铁，带他们冲出去。峰哥，这是命令。我挂断通讯，一脚踹开了中央控制室的大门。那个穿着白大褂的首领正安静地坐在控制台前，看着屏幕上混乱的战场。他缓缓转过头，看着我，脸上露出一个温和的微笑。林峰队长，我们终于见面了。他的声音充满了磁性，像一个午后的学者。我观察你很久了，从你离开那个堡垒开始，你的果断，你的冷静，你的团队真是完美的艺术品。可惜你们人类总是执着于这种无谓的抵抗。他站起身，张开双臂，看看这个世界，他病了，而我们就是治愈他的良药。我们在清除病毒，而你们就是最后的病毒。加入我们，林峰，你可以拥有永恒的生命，至高的权利。我们可以一起创造一个全新的、完美的、绝对理性的世界。他的声音带着一种奇异的蛊惑力，仿佛能穿透人的心灵。我举起了枪，对准了他的头。在我看来，你只是一个需要被清除的、会说人话的肿瘤。他的笑容消失了，顽固不化。话音未落，他的身影瞬间从原地消失。我下意识地向后仰倒，一道凌厉的劲风擦着我的鼻尖划过，身后的墙壁上出现了5道深可见骨的爪痕。好快，他没有给我任何喘息的机会，攻击如同狂风暴雨，我只能凭借着天生不厌的力狼狈的躲闪。枪在这种近身搏斗中已经成了累赘，我扔掉步枪，拔出了腰间的军刀。军刀和他的利爪碰撞，溅起一串火星，巨大的力量震得我虎口发麻。你的身体太脆弱了。他低语，攻势越来越快，我的体力在飞速消耗，身上不断出现新的伤口。这样下去，我必死无疑。我迈了一个破绽，故意让他的利爪划伤我的左臂。巨体传来，我借着这股冲击力，身体向后倒去，同时右手的军刀以一个诡异的角度自下而上捅向他的腹部。他显然没料到我会在重伤之下还能做出如此狠辣的反击。他想后退，但已经晚了。只是军刀深深地没入了他的身体，但他没有流血，伤口里翻涌出无数蠕动的细小的触须。他低头看了看腹部的刀，脸上露出一个残忍的笑容。没用的。他一把握住我的手腕，巨大的力量几乎要将我的骨头捏碎。你的攻击对我毫无意义。是吗？我看着他的眼睛，同样咧开嘴笑了。我的牙缝里渗出了鲜血。你听说过甄别剂吗？首领脸上的表情第一次变了。我猛地按下刀柄上的一个隐藏按钮，一道微弱的电流通过刀身引爆了藏在刀柄里的一小管高浓度的甄别剂原液。一声不似人声的凄厉惨叫从他喉咙里爆发出来，高浓度的甄别剂像最恐怖的浓硫酸，从他的伤口处疯狂地侵蚀着他的身体。他的身体剧烈的抽搐，冒出滚滚白烟，迅速碳化崩解。他那张温文尔雅的脸在融化中死死地盯着我，充满了不甘和怨毒。战斗结束了，我瘫倒在地，左臂的伤口深可见骨，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蜂巢网络随着首领的死亡瞬间崩溃，整个城市的感染体都陷入了彻底混乱的浩劫。我醒来时躺在一张洁白的病床上，浓郁的消毒水味让我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陈月坐在床边，正在给我换药，眼圈红红的。胖子和李铁站在不远处，看到我醒来，都松了一口气。峰哥，你可算醒了，吓死我们了。胖子瓮声瓮气地说。一个穿着笔挺军装，肩上扛着星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他的眼神锐利而沉稳。林峰队长，我是方舟的指挥官周振邦。他向我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我代表方舟全体人员，感谢你和你的团队。我们终于找到了人类最后的抵抗力量。从周指挥官口中，我们得知了更多真相。这场灾难源于一次失控的军方生物实验，代号普罗米修斯。但现在追究这些已经毫无意义。我们被带到了方舟，那是一个隐藏在昆仑山脉深处的巨大的地下掩体。当我们乘坐着升降梯进入那个庞大的地下世界时，所有人都被震撼了。这里有完整的工业区，发出轰鸣的机器声，有巨大的无土栽培农场，一眼望不到头的绿色，有学校，有医院，有社区。这里是人类文明最后的火种。我们的到来在方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陈月的甄别剂被视为扭转战局的关键技术，他立刻被请进了最高级别的病毒研究部门。胖子的技术能力让方舟那群老学究一样的工程师们目瞪口呆。他被任命为技术部的总工程师。李铁那过硬的军事素养和驾驶技术使他成为了方舟装甲部队的总教官。我们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归所。我的伤在方舟先进的医疗条件下很快就痊愈了。周指挥官想让我在后方担任参谋，安逸的度过余生，我拒绝了。我选择成为方舟对外行动队的总指挥官，我要负责训练更多的士兵，清理蜂巢的残余，去寻找，去拯救更多像我们一样的幸存者。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我们4个人在方舟的酒吧里要了最烈的酒。峰哥，以后我给你造的无人机能从昆仑山直接飞到东海。胖子喝得满脸通红。你的装甲车我也会给你换上最新的。李铁话不多，但眼神说明了一切。注意安全，你的命现在不只是你自己的。陈月给我整理了一下衣领，他的手很稳，我们的情谊从未改变。第二天清晨，我站在方舟巨大的河景闸门前，
穿戴整齐，身后是一支全新的、装备精良的队伍。他们年轻、坚定，眼里有光。周指挥官站在我身边，拍了拍我的肩膀。首领的死亡并不代表结束，我们的卫星发现，病毒还在以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方式继续进化。我们只是赢得了一次战役，而不是整场战争。我点了点头，我知道。巨大的闸门在一阵轰鸣声中缓缓开启，外面依旧是那个灰败、死寂的世界。我的眼神里没有了最初的迷茫和恐惧，只剩下无尽的坚毅和责任。黎明尚未到来，但我们将是划破这无尽长夜的第一道光。